那么今天下午来说的这个品种是港股的长河，同样它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月线图，在这张月线图当中，整体走势前期的整体走势是经历了一波长期上涨以及近期的一波下跌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调整。那咱们就说一下最近的这波下跌走势。最近的这波下跌走势出现的起点或者是高点是在125港币，低点是在去年4月份 35.35。 在这一次的下跌走势当中，中途是出现了清晰的五浪下跌模式，3浪、4浪以及最后这个5浪，并且在这个第5浪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清晰的5个子浪，整体的回撤的幅度也是比较深的，可以说是已经从盘中的黄金分割来看待的话，是已经跌穿了前期支撑 0.764 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既然5浪下跌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有结束的迹象，那么后期将面临的就是向上的一个 ABC 结构的一个反弹。那么我们需要测算一下125到 35.35 整体的一个压力。从这个低点 35.35 可以看，向上是走出了反弹，然后盘中也是在月线图当中也是出现了回撤，但是整体的幅度不是特别大，连第一个最近的压制位236，也就是 56.60 都没有触及到。那说明一点，当前的反弹这个力度是远远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前期从125跌到 35.35， 它用时是107个月，107个月，也就是将9年的一个时间。那从 35.35 开始向上的反弹，截止到现在也不过就是1年的时间1年的时间，所以它整体的反弹幅度所需要的时间跨度也是远远不够。因此当前只是处于这个反弹的初期，甚至于从 35.35 开始的 A 浪都没有走完， A、B、C， 那当前最大概率我们就是还是处于这个 A 浪的一个初期。那下来其实我们具体要分析的就是这次 A 浪的内部结构我们运行在哪一个阶段了。这里我们继续将时间调整到周图，看一下它次级别的一个内部形态。从次级别的内部形态来看，从 35.35 起始的上涨，它是出现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那当前这一波阶段的走势，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成了 A 浪1。然后我们再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中途是出现了 A 浪1结束之后的再次升幅回撤，甚至于盘中是跌破了764、39.6660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当前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认为它是 A 浪2。那从这里其实就会产生一个分歧。我们先说第一种预期，当前我们就处于这个 A 浪3当中。当然这个 A 浪3可能整体走势它也会划分出一个类似于5波形态的这样一个走势，整体是处于对于我们来说，按照这种预期来操作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等待近期 A 浪3其中的这个子浪2调整，才是我们的一个介入的一个机会。那下方大致的支撑区域是位于黄金分割 0.5 到 0.618 这个区域，也就是 43.80 到 42.30 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机会。那另外一种预期就是目前来看，这个 A 浪2并不是一波流走势，它没有完全运行完毕。当前的这波反弹也只是 A 浪2当中的子浪 B， 后期还存在一个子浪 C 的再次回撤。那整体 A 浪的2的结束点可能就要往后推移，最终这个 A 浪2会形成一个相对较大的区间震荡，之后才会开始所谓的 A 浪3的5波推动走势。这是截止到当下它唯一的2处分歧。好在是两种预期后期都是整体上看，无非就是进场的区域位置是不同的。那如果是按照第二种预期，回撤较深， A 浪2内部会走一个子浪的3波 ABC 形态，
那么我们就需要等到更深的一个位置啊，至少我们也要看到这个 39.60 才是一个参与的位置。当下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因为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周线图，并且长和这只股票整体走势它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市值比较大，它在香港的股市里属于大蓝筹市值股票，所以它的运行节奏比较慢，不像小盘股。所以这里的话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更多的是要等，因为从 48.75 跌至第一个支撑区域，那么大概也有5到6块，如果是到第二个位置的话，大概又是有9块钱的一个空间。那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股票它中长期它是已经见底了，目前是处于反弹的初期A 浪1已经运行完毕了，区别在于 A 浪2到底是一波流还是走一个3波形态，造成后期的进场点位支撑所看的支撑区域也是不同的。所以当下那么就是只剩下等待这个股价回落到上述的位置。如果在第一个位置出现了底分型十字星，那么我们也可以清仓的去尝试一次，只要设好止损就行了。那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其中有好的品种这种所谓好的是有机会的，或者说它的波浪结构形态清晰的，我们都会拿来用作案例，然后录制成视频一一分享给大家。那当然因为 B 站审核的原因，我们大部分的视频都会放在我们的社群里或者会员群里， B 站上也只是挑选了一部分来展示我们的视频。那大家也可以加我的 QQ 来获取这种会员的资格或了解会员的权益。好，今天下午关于这个长和股票结构的分析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